Hello，大家好。目前大家使用的比较多的模型应该是 SDXL 模型，而 ComfyUI 对 SDXL 模型的使用，相比于 WebUI 来说支持的更好。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 ComfyUI 里边 SDXL 模型工作流的一个搭建，像其他的图生图、ControlNet 等一些工作流之后再给大家去分享。废话不多说，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搭建这个工作流。我们先回到 WebUI 这个界面，我们要使用 SDXL 模型，先是在这个地方是 Base 模型，对吧？就是大模型，然后它的提示词跟纹身图是一样的，以及它各种的一些参数，还有这里。如果你要加自己的 VE，也可以在这儿去添加其他的 VE。然后我们再往下，它加了一个什么？它加了一个 Refiner 模型，就是在这里，然后用这个 Refiner 模型去优化的。那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就是 SDXL 模型的一个使用。那我们回到 ComfyUI 这个界面，我们先把这里清空，点这里 Clear 清空。我们先去搭建一个最基础的纹身图工作流，不会的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点击这个按钮，加载它的默认的一个工作流，也就是最基础的一个纹身图工作流，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我们可以选择为 SDXL Base 模型。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然后这个是图片的尺寸。这个是它的一个采样器，里边有各种的参数，比如说像种子呀、迭代步数、CFG 等等之类的参数。然后这个是 VE 解码器，最后这个是图片的输出。我们可以把这个调大一点，这个图片输出。然后回到这前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只用了一个模型，就是用这个 Base 模型。然后你去跑图的话，它也是可以跑的，但它只使用了一个模型。而 SDXL 模型呢，它是一个双模型运行。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图，它是先用一个 Base 模型先去生成图片，然后再用 Refine 模型进行优化的，所以它是双模型运行。然而这个地方只用了一个模型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添加一个模型，我们可以双击。然后添加一个 checkpoint 这个节点，然后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选择 Refiner 模型了。这两个模型呢，我们为了区分，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颜色。我们先选中这个节点，然后鼠标右击，这里有个 Colors，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蓝色。然后下边这个 Refiner 模型，同样的鼠标右击 Colors， 然后给它一个紫色吧。然后我们再往后看，这里是它的一个正反向提示词。为了区分，我们也给它一个颜色。那这个我们就给它一个绿色正向提示词，然后反向提示词呢，我们给它一个红色，这样去区分。然后在下边就是它的采样器，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采样器，它这个 model， 然后它是连接的这个Base 的这个大模型，所以你要使用下边的这个 Refine 模型，一个采样器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个这样的采样器，但是这个基础的采样器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先回到 WebUI 这个界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使用的是 Base 模型，然后它的提示词等等，然后这下边这个参数，它的总的这个步数是20步，但是这里加载了一个 Refine 模型，然后这里的这个值是 0.8， 表示是 0.8 之后才开始介入这个 Refine 模型去优化，也就是说总的是20步，然后这里0.8。2816，也就是前16步是用这个 Base 模型先去生成图，然后后边4步就是用这个 Refine 模型进行优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的采样器，这个基础的采样器肯定是不行的，那它需要的是一个高级的采样器。我们可以鼠标右击，然后这里添加节点，然后找到这个第一个，我们使用这个高级的采样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这两个采样器它有什么区别？中间这里这个高级采样器它都有，就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一个呢，它是就是那个种子，然后要生成一个随机的噪声图，就是这个。然后最后这一项可以看到，它就是将剩余的步数，然后传给下一个采样器进行完成，就是这里。那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开始步数、结束步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础的采样器要换成这个高级的采样器。我们先就是选中这个采样器 delete， 先把它删除，然后把高级的采样器替换过来。我们先连接一下，就是先连，然后这个采样器它的 model， 然后跟这个大模型是连接起来的，然后这个是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然后这个图片的尺寸。
我们都要连上，就是正常的一样连，就是把那个基础的替换掉。替换了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的值，这个呢一定要开启，这是生成一个噪声图的，然后这是种子，然后种子随机，我这个总的采样步数我设为30步。CFG 我就默认，采样方法我都默认，然后这个开始步数我从0步就开始用这个 Base 模型，然后它这下边这个结束步数，那我就要改一下了，我就改成20步结束，然后下边这里我肯定就要开启，就是将剩余的步数，它剩余就是10步还没有完成，对吧？将剩余的步数传到下一个采样器，所以说我们下边还要添加一个高级采样器，我们可以进行复制。然后复制好了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采样器，就是这个采样器，然后它这个地方要连接到下边这里 latent image 这个地方来，就是将后边的这10步，然后传到这个采样器去完成。同样的，这个采样器的一些参数我们需要去更改。这上边这个总的步数我刚刚不小心改到了是30步，然后 CFG 是8。这之前的一些参数，然后它总的是30步，它20步就结束了，有10步就是传到这下边来。然后我们再看下边的这里的参数，第一项我们是需要关掉的，因为这里不需要再去生成一个随机的噪声图了。然后这里关掉，然后这个我们不管它0，然后这个呢我们要改成固定种子，然后下边总的步数跟上边是一样的，都是30步，然后 CFG 8，然后这些我都不改了，根据自己需求来。然后这个开始步数肯定就不一样了，这是20步结束，那下边就要20步开始。然后这里结束，那就30步结束。当然，你这里可以填30，也可以填一个较大的一个数字，也是 OK 的。然后最后这里要把它关掉，因为我们不需要传到下一个采样区去完成了，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些我们参数设置好了，我们看一下，在后边我们肯定要去添加一个 VE 的解码器。然后后边这里我们要图片的一个输出，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保存图片，当然你预览图片不保存也可以，手动保存也是 OK 的。然后上边就是这个是 Base 模型的 ，Base 模型的这个图片输出这里，我是不建议保存图片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完成，它只完成了20步，还有10步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改成预览。我们先把这个删掉，然后添加一个预览图片，就这个节点。同样把它放大一点，然后下边这个地方，这里呢，我们肯定是需要去添加这个 VE 的节点的。那这个 VE 的话，就跟我们的这个 Refine 模型的 VE 连接起来。我们可以把它放小一点，然后这个采样器。可以看一下这个采样器，它的这里有几个节点。那这个节点的话，那肯定是跟我们这个 Refine 模型的这个模型节点连接起来。然后你再看到这里还有个正反向提示词，那你第一个想法肯定是它跟这个正向提示词和这个反向提示词连接起来，对吧？这是第一想法。我们先试一下。然后总的来说我们就完成了。当然我们这里也为了好区分这两个采样器，我们同样给个颜色。上边呢是 Base 模型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给它一个蓝色。然后下边的这个采样器是 Refine 模型的，然后我们给它一个紫色。然后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没连，就是这个 Refine 模型的这个 Clip 这个节点没有连，那这个节点是连接就是 Clip 文本编码器的，对吧？那你如果把这个连接到上边的这里正向提示词，然后这个地方连接到这个反向提示词这里，你突然发现连接了之后，这个 Base 模型的这个 Clip 节点就断掉了，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你肯定想法是它是不是少了一个 Clip 文本编码器？那我们就添加一个就行了。我们试一下，我们先还原一下，就是还是把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先连接这个 Base 模型的，然后下边我们在下边这里去添加，我们可以进行复制，就是这个我们先选中，然后我们 Ctrl C， 在下边我们可以 Ctrl V， 先去进行复制，然后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组。可以把这里连接起来，
然后这里添加了之后，那你就把这个 refine 模型的 clip 连接到这里，然后这里也连接到这儿，那它输出这儿就空了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它的输出这个正向提示词可以连接这里，然后反向提示词可以连接这儿，然后上边自然就断开了，就是这个是连接这里，然后我们再往看到这里，然后这里是相当于是两个这样的一个 clip 编码器，然后控制的这两个模型分别去输入的提示词，然后去出的图。但是我们不是在 WebUI 里边只输了一次正反向提示词吗？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是要把它就是它的文本的这个东西输出出来，就是单独的弄出来。那怎么去弄？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鼠标右击，然后添加节点，然后最后有一个通用，这里有一个原始节点，我们可以添加这个原始节点，然后把这里的正反向提示词都是把它放到原始节点里边来，然后我们可以点这个选中它，然后鼠标右击，然后这里有一个 test to input， 就是把它改成输出的一个模式。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下边这种框框就没了，就输入框就没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里的这个 test 这个节点，然后跟这里连接，它就把这个正向提示词的，就是这块儿就连接过来了。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正向提示词，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个名字。然后接着同样的道理，肯定还有个反向提示词，对吧？我们还继续添加一个原始节点，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把这个反向提示词这个文本也是改成那种输入模式，它这个地方也是，然后把它放过来，那这里就是它的一个反向提示词了。然后我们可以重新添加一个组，我们先在空白的一个地方添加一个组，然后拖到这边来。我们这个可以改个名字，改成提示词，同样给它改个颜色，正向提示词用绿色，然后下边这里我们先给它改个名字，然后起名反向提示词，然后把颜色改成红色，这是提示词。然后上边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它建一个组吧，把它框起来。这个我们改个名字，改成就是 base， 然后 clip 编码器吧。然后下边就是这里，我们同样的要把这个文本的一个输出改成输出的那个模式，同样的方法，然后选中这个节点，鼠标右击，然后这里把它改成输出的这个模式，然后它这个绿色就跟这里正向提示词连接，然后下边不是反向提示词吗？一样要改成就是输出的一个模式文本，然后这个地方要连接反向提示词这个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就共用一个就是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了。那这里就好了，我们先把这里改一下它的提示词，比如说 one girl 吧，然后反向提示词我们就不动。然后好了之后，这里我们都连接好了，我们图片改成1024，这个也是1024，然后生成一张图片。其他的这里我们之前都已经改好了，然后基本上我们的这个 SDXL 的一个工作流就完成了。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点这里生成，你可以看一下，这绿框就是代表它是已经运行到这儿了。好，这里已经生成了这个图，然后下边是在运行这下边了。
好，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 SDXL 双模型运行。当然，在这里你还可以就是改一改。我们先把这里排版一下吧，然后这个改个名字，这个组，这个是 Refiner。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有简便的方法，就是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种子是一致的，然后它的总步数是一致的。那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合并一下。同样，我们在这里去添加一个就是原始节点，就是这个原始节点，然后我们把它的那个种子给提出来。那我们这个先给它一个名字，我们就种子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我们把这个里头的这个种子给提取出来。我们鼠标右击，然后下边这里有一个噪声种子，把它改成输入的一个模式，然后点它，它这边的那个种子就没了，它就改到这里输入的这个了。这里有一个节点，就是噪声种子，然后你把这个节点跟这个连接，它这里我们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种子了。你可以放大一点，看得清一点。这里就可以控制它的种子，然后这里你可以改成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模式，当然也可以固定模式，看自己个人。然后下边这里它的这个种子也要跟它一样，那我们鼠标右击，它的这个噪声种子也要改成输入模式，然后它这个地方也跟这个连接，它两个就共用这一个种子。然后除了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总步数都是30步，是一样的一个步数。那我们可以把步数提取出来。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去添加一个原始节点，然后我们改个名字，它这个叫做总步数。然后这里这个采样器，我们鼠标右击，然后下边它这里有个步数改成输入模式。然后同样，它在这儿增加了一个节点，然后你连接它，它就把这个步数弄下来了。你可以放大一点，你看得清一些。我们可以放到这儿，然后下边这里也是总步数提取出来，然后这个跟这里连接，这是步数。然后再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20步结束。然后这下边这个采样器是20步开始，那这个地方我们同样可以去添加一个原始节点，然后我们这个改成名字，改一个 base， 然后结束步数吧。然后我们把这里就是这个结束步数给提出来，就是这个把它改成输入模式，然后我们把它连接到这个原始节点上，然后下边这里我们把开始步数给提出来，就是开始的这个改成输入模式，然后把它放到这里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重新去生成。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控制它总的步数，你给它多少，然后在这个base的这个模型里边，然后它运行多少个步数，可以在这儿去控制，然后剩下的步数就是给到 Refiner 的这个采样器里边，就是这样去布置的。那这个SDXL 模型，大家可以下来去试试看。当然，在这里的 V 页，你可以不使用它的这个 SDXL，它本身这个模型里边的 V 页，你可以断开，然后在这里去添加就是其他的这个 V 页，就是你自己的 V 页。那这里有个 SDXL V 页，你可以添加这个 V 页也是 OK 的。然后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当然，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我们还可以回到就是 ComfyUI 这里边它的这个案例里边，然后这里有一个 SDXL， 你点进去，它这里边的话就是有案例，但是它只给了这样的一个图，你可以把这个图下下来，比如说像这里，我就这个案例2吧，保存出来。保存出来之后，你回到 ComfyUI 这边来，然后你把这个，你可以就是保存一下，就是你的这个 SDXL。
就是保存，把这个工作流给保存一下。OK， 然后呢，你这个地方先清空。最简单的一个 SDXL 的一个部署，就是把我们刚刚的那个图，就是下好的那个图，应该是在这里，就是这张图。然后你打开这个呢，就是 SDXL 模型，然后它的一个部署了，大家下来可以看一下，是一样的。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同样的，如果你想下次使用 SDXL 模型的工作流，那你可以添加，同样点这个加载，然后刚刚下载的这个工作流保存的，我们一样可以添加进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